在张北县城休整一晚，消除了第一天草原天路西线的旅途疲惫。我们再次踏上征程。为了避开野狐岭入口拥堵的车流，我们选择走407县道，进入草原天路中线。407县道车辆比较少，所以走行比较顺畅。途经若干村庄农田，我们行走18公里左右，便到达了草原天路中线。沿着草原天路向西行驶大概7公里，我们到达了大好河山观景台。下车后升起无人机，从空中俯瞰四周的景致，真是太美了。山谷里沟壑纵深，山路蜿蜒，几处红瓦砖墙的人家散落其间，四周青山环绕。东边的大风车随山势起伏排列，南边云海茫茫。这个季节，山坡上到处是盛开着的鲜花，清风吹过，摇曳漫舞。这是天路中线上第一大观景平台，沿着木质的栈道散步，俯瞰山下的草原风光，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大好河山观景台对于草原天路中线来说，是观看日出的一处绝佳地点。如果行程允许，可以在观景台的停车场驻车住宿一宿，观看第二天早晨的日出。出大好河山观景台，继续向东北方向行驶7.3公里，途经断崖观景台，再继续走800多米左右，我们就到了草原天路空中草原风景区。再次升起无人机，让我从空中俯瞰这色彩绚丽的美景。如果您对我的视频感兴趣，请帮忙动动您的小手，点赞、分享、关注并评论，谢谢。在空中草原风景区欣赏完美丽风景后，继续驱车2.4公里，就到了草原天路古长城。据史料记载，草原天路沿线有燕、赵、秦、北魏、北齐、金明6代古长城遗迹，呈现出2道、3道、4道、5道甚至6道长城并行其观，是名副其实的长城最集中的展示之路。草原天路古长城有夯土长城、土石混杂长城、毛石干叉长城各种建筑形制，还有古居遗迹。古城遗址坐落其间，一地则可纵览2000多年长城的立体画卷。
从古长城风景区驶出，然后右转，继续行驶15公里左右，右边会出现层层叠叠的绿色峡谷，导航可以设置为白花湾。路右边有一片很大的空地停车场，这里就是空中峡谷。在空中峡谷简单浏览后，驶出停车场，继续沿弯弯曲曲的山脊天路向北行驶28.5公里。路的左边就会出现一片黄色的梯田，仔细一看，居然是万亩的葵花田。自驾的游客们穿着艳丽的服装，走进金黄色的葵花田，摆着各种美丽的 pose， 与盛开的葵花们争相斗艳着。如果您对我的视频感兴趣，请帮忙动动您的小手，点赞、分享、关注并评论，谢谢。在万亩葵花田拍完美美的自拍照后，继续沿天路行驶，大约2.2公里，我们就到达了草原天路的布达拉观景台。草原天路布达拉观景台是天路中段最大的立体停车场兼观景台。这路海拔1628米，周边群山林立，四面梯田环绕，就像布达拉宫一样，镶嵌在群山、梯田、草原之中。故名草原布达拉。塞北梯田是天路著名景观之一。离开草原布达拉，继续沿天路向东行驶21公里左右，看到路左边有一片奇特的石头山，就到达了岩片山景点。岩片山山上的岩石形状非常特别，它们是紧密排列，有上下断裂的巨大石柱，大致生成在距今200万年的中生代，是火山熔岩冷凝形成的玄武岩。山石竖立堆积，若石林状，故又称之为石林山。群山虽然不高，但也需要手脚并用才能登上山顶。在山顶的平台上，眺望远处，梯田花海尽显眼前。从岩片山景区的古怪石林中驶出后，继续沿天路向东行驶16公里陡峭山路，途经草原天路东口游客服务中心左转，上335国道，
转过一个弯，我们就来到了草原天路中线著名的画皮岭。画皮岭入口有挡车杆，把车停到挡车杆前面的坡道上，就可以进入画皮岭了。先是要步行近900米的一个铺装路坡道，到达画皮岭第一阶的一个观景台。走完这段坡段是需要消耗一定体力的。画皮岭的第一阶观景台，鸟语花香，可以在此稍作片刻休息，眺望一下远方的万亩松林与空中草原交织融合的美妙风景。稍事休息后，我们接着往林子的深处走去，途经一片茂密的针叶林，树林里的气氛十分幽静。深呼吸一下，静下心来，慢慢的欣赏一下这近似于原始状态森林，让旅途的疲劳在这幽静的绿色中渐渐消退。经过1.6公里左右林间小道的洗礼后，我们走出了这片针叶林，视线豁然开朗。左边是一大片茂密的野花丛，随着清风在慢慢的摇曳。远处山脚下是红瓦房的村庄，近处山脚下是一座类似农场的建筑。右边有一排七彩的小木屋鹤立在山腰上，小木屋背面的山峰就是画皮岭的最高峰，观景台也坐落在此山峰之上。画皮岭坐落在燕山余脉的大马群山之中，是张北县的最高峰，周边山峰海拔从1900米延至2100多米，最高海拔2128.7米，是京西北最高峰，有“紫天山”之称。回到画皮岭第一阶观景台，进入右边的林道入口，沿着弯弯曲曲的非铺装林道向上，就可以登到画皮岭顶峰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可以看到壮观的云海流动景象。如果您对我的视频感兴趣，请帮忙动动您的小手，点赞、分享、关注并评论，谢谢。从画皮岭的云雾缭绕的仙境中走出来后，我们又返回到大自然艺术景区的观景台来欣赏夕阳落日。打开车窗，吹着凉爽的山风，欣赏着白云投射的影子在空中草原上奔跑着。待夜幕降临时，架起相机，开拍。当夕阳西下时，东边的月亮也渐渐地从地平线升起，照耀到大地上，又营造出一幅颜色浓厚的风景画。披星戴月，从自然艺术景区沿着山路，慢慢地驶下草原天路中段的山路，在草原天路东口游客服务中心路口处，右转入335国道，向南走了大约5公里，途中有很多特色农家乐民宿。因为这里的农家乐距离明早观看日出的观景台较近，所以今晚就打算在这里入住了。虽然是农家乐，但是客房里的居住条件不差于城里的商务宾馆标准，应有尽有，安静舒适。第二天早晨，拉开窗帘后，映入眼帘的风景别有一番农庄气息。凌晨4点30分起床，简单收拾后，我们就踏上了去观看云海日出的路途。驱车大约5公里，先到达草原天路东口游客服务中心，然后在路口处右拐进入一段非铺装路面，开车向山上爬升，然后在中途会有一个铺装路面和非铺装路面交叉的十字路口，在此处左拐，继续沿一段陡峭的非铺装路面爬升。此路段需要有较好越野性能的车辆才可以通过。
站到一个视野较好的制高点。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欣赏云海的流动和静静地等待火红的太阳升起。如果车辆的越野性能不是很好，无法爬到画皮岭日出观景台的话，也可以选择经草原天路东口游客服务中心路口左转，去自然艺术景区的顶峰观景台观看云海日出。在自然艺术景区的道边停车观看日出时，会有奶牛成群结队的过来骚扰你并亲吻你。壮美云海日出观看结束后，时间还早，回民宿又补了一个回笼觉，然后接着踏上今天的旅程。沿335国道向北驶进，大约2-3公里后，我们到达了草原天路东入口。335国道沿线的风景也是绝美绝佳，梯田与彩色房子好似一幅油画。在东入口简单拍照留念后，我们继续驱车向山上爬升。最终，我们到达了自然艺术景区的顶峰，在顶峰上有一个圆形的硕大的观景台。周围的风景气势磅礴，眺望远处还可以看到画皮岭的顶峰。顶峰的东南坡还有一条蜿蜒曲折向下延伸的栈道。草原天路中线的景点，相比于西线的景点来说，密度比较大，每行驶几公里就会遇到一个景点，所以要适当取舍，合理安排整体行程时间。画皮岭景点内部路线比较多，且单程距离也比较远，所以要预留多点时间，带好饮用水和零食，这样才可以走到画皮岭顶峰，领略那美丽的云海。个人观点认为，画皮岭景点是草原天路中线全程印象最深的景点，风景优美、大气且环境幽静。对于观看日出与日落的地点来说，大好河山观景台、画皮岭顶峰和自然艺术景区顶峰各有优劣，可按照自己的行程情况去选择合适地点。